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资深两岸媒体人徐和谦。一轮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舆论好，大家好。好，稍后李永平姐也会加入我们的节目现场。好，我们持续带大家来看啊，巴威台风啊，真的已经在对台湾哦是来势汹汹。好，目前最多人讨论就是明天北部到底会不会放假？一轮也很关心，因为牵涉到我的小朋友能不能去托婴中心哦。好，那当然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关注气象署给的最新资讯啊。那当然现在看到解放军战机啊惊爆大举出动。好，国防部就表示说啊，陆续侦获的是中共歼16、歼轰7，还有空警500等各类主辅战机跟无人机哦，总计是22架出海。那其中的14架次逾越中线哦及其延伸线哦，骚扰我国的周边空海域。好，那现在中国也有试飞一艘喷射动力的无人机航空母舰。好，那这里特别有说啊，这个母舰很特别哦，一次可以发射100架的小型无人机。好，我们来看这内文怎么讲。他说，其实中国这边啊已经成功的完成了9天无人机的航空母舰的首飞。好，这机呢设计可以搭载多达是100架的小型无人机，那并以协同群聚方式来投放其机翼下方设有8个挂点，好，可挂载空地以及空的弹药。好，该系统体现中国大力的发展廉价大规模生产还有消耗型的无人机的战略。好，虽然呢这个报道特别讲到说啊，这个无人机的航空母舰，但是一轮有点没办法想象哦，这样是什么样的形态？好，所以制作单位稍微做了一个示意图。好，那这就是一个蛮新颖的了哈。所以呢，大家对于接下来中国大陆使用无人机必定就是量非常的大用这样子来做一些这个作战的因应。好，那我们要看到，面对中国大陆的海警，现在台海的巡官员称说他们有拜关羽来壮胆。但是有一些嘲讽因为呢，我们有一些海巡的官员就自曝啊，在跟中国海警对峙的时候，会从关羽、五府千岁等神明汲取力量。好，这个说法就被说是一面照妖镜，因为戳破了民进党当局常年操弄抗中保台意识形态的谎言甚至呢，这个香港新闻网说啊，也很讽刺的对于两岸宗教交流的政治绑架还有双标。那秘密的兵推中国骇客瘫痪美国的5000家水厂就说揭露了台海开战之前美企陷入了救人或是援台的两难。主要就是因为中国骇客现在瘫痪全美5000家供水的设施，进而引发大规模断水等民生的灾难。那就在资源相当匮乏的残酷现实之下，到底是要优先恢复医院的供水来救人，还是优先支援军方去应对中国可能侵略台湾的行动呢？好，那前美国的网络安全局长伊利特勒他就说啊，人工智慧可能会让这种大规模破坏的假设情境变得更加有可能而且呢 AI 被用于攻击性骇客的行动速度其实会超过防御的速度，也就是防不胜防4个字来形容啦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整个区域的局势确实在改变那有其中一个很主要的部分就是我们的科技发展还有我们的 AI 发展已经不同以往了所以有一些大跃进的状态。好，那美国、日本跟韩国外长会谈他们关切的就是中国大陆之前的这个图射洲际飞弹他们就说啊，他们有试射潜射型的弹道飞弹表达了共同忧虑台海的和平。好，那北约峰会也是这个国际上的盛事嘛但是高市早苗缺席了，那取代的是小泉进次郎代表他来到了安卡拉直面中国的威胁。那他怎么说呢？他说啊，中国发射了潜射飞弹一样也针对了中国的问题来进行一些批评。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讲。おととい、中国は潜水艦発射型弾道ミサイルを発射しましたが、中国は十分な透明性を欠いたまま核ミサイル戦力を広範かつ急速に増強させているなど、その軍事動向等は我が国と国際社会の深刻な懸念事項となっています。
好，他认为现在中国大陆的威胁会让他们国家跟国际社会有非常担忧的事项。好，但是一轮也发现说，高市早苗缺席北约峰会，其实也蛮有意味的哈。到底为什么呢？还是因为川普在那？好，那当然高市早苗现在也说屡屡被吃豆腐。好，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澳洲总理来谈高市早苗送的蜜瓜，里头有一点味道的笑话，带了2颗很漂亮，结果遭到炮轰。好，这个是澳洲总理艾班尼斯他提到了高市早苗到澳洲的期间，其实有送蜜瓜当做礼物。好，那有主持人奥斯本就开玩笑问说这个高市是否有把蜜瓜偷偷的带过海关甚至还做了手势。好，那这个手势其实那个艾班尼斯就有配合主持人的玩笑表示高市带了2颗就像你会做的那样，而且它们很漂亮。好，这种呢就是一个有一点颜色的玩笑啦，好像也有一点点小下流，就被炮轰了。确实该炮轰因为毕竟高市早苗是女性那这个听起来确实也不是很舒服。但是莫迪也说高市早苗是美丽的妹妹。我们之前在节目上面有讲米兄妹互称，结果日本内阁的官房长官木原忍他就说双方以兄妹的关系持续的交流。只是媒体查证之后发现其实不像日本媒体所说，莫迪的原始发言其实并没有讲到美丽2个字。相关的说法被认为是会谈现场同步口译时所产生的误译。所以莫迪呢可能只讲高市是妹妹，但是没有讲美丽的妹妹。那日本的媒体对这件事情就觉得不能这样子讲所以我觉得高市早苗其实在国内有一点点这个声势不如以往啦，有这样子的感觉。好，那当我们看到现在台风要来了，那解放军的战机也是大举出动甚至中国也试飞了一艘一轮很关心的喷射动力无人机的航空母舰。好，一轮是没有办法想象，不如我们就请将军来帮我们解答一下，这到底是什么东西？那现在因为台风要来了，台风要来的话，整个台湾周边的海空域都呈现的低压带。低压带的状况会能见度非常好，然后万里无云，然后整个的这个台风的环流又过来的时候狂风暴雨就来了，所以能见度非常棒。我们讲能见度7里，现在能见度大概20里了，都看得到，整个万里晴空。所以只有在这个时候是。对，中国大陆这个战机大机出来完毕之后呢，中国大陆的飞机不是就地防台，它将来是机动防台。因为台风的路径过来，现在台风的预测非常准确它这个地方是台风路径要通过了，就离开保障基地，回到机动基地去了。空中梯队过去，地面梯队过去，整个的机场放空。那整个台风一过去之后，统统都跑回来了，没有任何的灾损，因为不会有任何灾损，就躲台风去了。我们台湾因为幅员小，就只能就地防台。中国大陆是不一样，它是机动防台，它不就地防台的，所以它都。这一个刚好大兵力出来完毕之后，直接机动转场，空中梯队、战斗梯队、地面梯队就离开了。但是我们现在看的就是这个喷射的无人机的航空母舰，这个出来的话，整个战略战法统统改变了，这个威力可能比原子弹还厉害。为什么呢？专门打航空母舰跟飞弹巡洋舰、飞弹驱逐舰，这一架一过来，下面有100架，蜂群战术，蚂蚁雄兵就出去对了那一艘的。飞弹巡洋舰就过去，大概只有拦截50%，50被打掉。但是50过去这些蚂蚁雄兵就把这个关通系统、近迫防御系统炸得差不多，没有雷达了。他打就是这样。这一艘军舰再派这个中共的这个舰对舰的飞弹或空对舰的飞弹就轻易击沉了。为什么他已经因为这些空中的航空母舰先把它打残。重磅的鹰击21、鹰击18或者鹰击83，直接2枚就过去，因为它已经没有防御能力了。它是为了把它打残。那我们现在想想看，一艘航空母舰，这个核子动力的航空母舰过来了，它这100架，它就派2架飞机就可以，就200架下去。蜂群战术队的航空母舰甲板就过去了，航空母舰又缠到了，一缠之后，2枚重磅的鹰击83一过去，航空母舰就沉了。它就是这样，这是踹没用。这个整个改变战术战法，为什么？我这次出去，我带下去的是放出100架出去，让这个整个近迫防御系统都没办法招架，因为饱和攻击了。一饱和攻击，
你如果一个个来，他一个个解决，但是100架同时过来，他没有办法100个一起解决，没有办法一起解决，因为你都是蚂蚁雄兵、蜂群，能够打个几十只蜜蜂，但是200只蜜蜂过来，你怎么办？就在这个地方，然后雷达也没了，关通系统没了，通信系统也没了，近波防御系统也残了。这是航空母舰好好的没有问题，上面的甲板的飞机都残到了，因为都炸了，被这个无人机的蜂群啊，这个造成这个破坏程度不一的状况。这时候在2枚的鹰击83，第2波过来了，不过第2波就重磅，这一重磅2枚鹰击83，或者鹰击18或鹰击21过来。那整个航空母舰就招架不住，那何况是飞弹巡洋舰或飞弹驱逐舰，那更容易。所以先制海，这是制海，一制海，航空母舰飞机没有了，那就制空也拿到了。所以中国大陆是有它的研发出来的这个创新的战术战法，是有它的战略目的。它也有它的节奏啦吼，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现在看起来一直不断的在想一些不同的方法哦，来跟一些对抗。好，永平姐怎么看？现在我们的这个海警船呐、跟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在海上对峙的情形变多了哈。那其实我们也在这个节目里讨论过，台湾的那个海警船的对位哦，跟大陆的海警船远远不能比，所以会传出说我们有海巡官员哦，在那边讲说哇，对峙的时候，人家一个巨型庞然大物，我们小小的一艘，他需要从那个五府千岁关公这里得到汲取力量。我觉得这里头。固然有那种自嘲的心态，可是我觉得听起来确实蛮悲凉的，因为你没有办法提供给我们的相关的这些官员啦，这些海巡人员啊，一个比较硬气的一个支撑，那他们当然呢就会寻求神明，但是你寻求神明的同时呢，想到民进党连神明也要骂。连神明也把它当成统战工具，尤其是里头这个关公呢，怎么样？何德何能？你海巡需要他的时候，他就变神明；你民进党骂他的时候，他就变中共传声筒。对呀、那会不会海巡的官员也会想说，如果关公真的显灵的话，他是显灵在中国大陆的海警船，还是显灵在我们的船上？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真的大家就知道。逻辑很错乱，情境很荒谬，可是也说明台湾现在在民进党这种错乱的执政下，大家很无奈的心情。那至于上报的这个报道说其实它也说明了，现在呢，的确你的兵推必须要与时俱进。你现在兵推，你发现说以后呢？大家不必再谈说什么这个武器对武器，这个航母对航母，战机对战机了。你 AI 先进来，你先瘫痪掉你主力的设施。那这个时候很大的关键呢，你说到底美国要救自己的企业，还是要急急忙忙的赶快派军队出去救援？如果你跟中国大陆这种在 AI 科技上跟美国并驾齐驱，而且现在隐隐有超越之势的国家对战呢，那个真的是那不是开玩笑的。你不是只是在对战你现有的，大家说这个飞机新型对新型，航母巨大对巨大，都不是这些的问题，甚至都还不用动用到核子弹的压力。你光 AI 进行，他们现在讲的就是水场的瘫痪他们兵推就是说我一下子我有没有办法把你水场弄瘫痪？之前不是还炒作那个议题，就是说发现那个美国的船坞的重型机具都是中国大陆的厂商提供的吗？那他有没有能力提供你的那个船坞的那些重型机具？那你的船坞的重型机具你被瘫痪了，你船能出海吗？所以这些的问题都越来越说明什么？超级大国是不会，是非常非常一定要避免战争的。那当他要避免战争的时候，你说像我们其他的地方期待你来救期待冒着这个战争的危机，我认为可能性真的很低。是。好，何谦老师怎么看呢？是这个，刚刚永平姐确实也说到这个两岸之间本来你说神明
啊，就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信仰，大家同样拜关公，同样拜妈祖啊，执法单位拜关公的传统。那这个在海上的弟兄、服役弟兄，那妈祖对他们也很重要。那可以说，就是说中国大陆跟台湾啊，其实在海域问题上，特别是在南海问题上，本来它的这个历史的深锁的主权诉求就是重叠的因为就是1946年中华民国在二战胜利之后，作为代表中国政府派了我们4艘舰艇嘛，永兴舰、太平舰、中业舰跟中舰舰去接收南海诸岛，并且以这些舰艇来为这些诸岛命名，然后并且由中华民国政府划设了11段线，从此才有中国在二战之后对南海重新把它视为一个历史水域的这样一个主权论述的立场。然后呢，中国大陆在1949年之后又继承，当然啦，因为大陆后来当时为了支持北越两边都是这个共产主义阵营的，所以把最西北角的那个靠近北部湾的2段线就不谈了。所以大陆现在是9段线，那我们是11段线。那美国就其实对此非常疑惑或者说他有很多的意见。其实，在马英九时代，我就记得当时的美国白宫国安会的资深主任、亚洲资深主任贝德，跟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位学者葛莱仪，他们就写文章，他说要求马政府去澄清，到底你11段线现在还算不算？因为他做的就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动作，只要台湾放弃了11段线，或者说1946年前那个11段线画的有点问题，那对大陆的9段线的伸索就有非常大的釜底抽薪的这个打击的作用。但是马政府挺住了，马政府对于大家也知道，马总统对于这个南海问题啊，对于太平岛啊，他有非常强的这个个人执念啊，所以当时硬是顶住了美国的压力，没有去更改11段线的这个声明。那所以也就是说，虽然啊两岸之间的这个武装力量啊，在台澎金马的当面有很多对峙，大家天天在比手腕啊，在角力也角力了70多年了，但是理论上面对外部的这个声索或面对外部的压力的时候，其实两岸应该共同站在，我个人认为啊，应该站在一个民族共同的立场。那其实从中国大陆的实践来看呢，只要台湾的政府或台湾的武装力量是站在一个所谓中华民族共同立场来守卫海疆的话，那大陆其实不太会插手，包括我们的东沙、我们的太平岛也已经在那儿驻守这么多年。大陆并不是没有能力去变更这个现状，所以它就是没有必要。只要你台湾也是代表这个站在这个从11段线到9段线也好的这个中国传统历朝历代的这个法理立场来说，那他觉得没有必要去去跟你大动干戈。那其实历史上啊，在1974年那个时候，大陆跟这个当时的南越政府在围绕西沙做西沙海战的时候，因为第一波的时候，大陆在这个榆林港在广东那边派出的第一波接战的队伍，它其实是一些鱼雷快艇啊，它这个实力比较不足，所以它被迫要从舟山调3艘导弹护卫舰，动力比较大的。那舟山下来的时候，它就要经过台海，特别要经过东引啊、马祖、金门这些狭窄的水域。那其实台湾也是让它过啊，台湾并没有，虽然两岸1970年这么紧张，台湾没有阻击它，那最后让大陆取得了西沙海战的胜利。其实也就是两岸在你内部对抗归内部对抗，你面对外部的时候，其实你应该有一个共同立场的一个体现。是，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持续要来关注川普因为他有去北约嘛，那跟泽伦斯基也有碰面哦，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是太累了吗？频频口误川普先把伊朗误称为日本，又把泽伦斯基当成普京，这连连口误不是巧合吧？我们来听听他到底怎么讲的。I told the story yesterday. We had 111 missile shot by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Japan. They were shot at the aircraft. JC, POC. What a terrible deal. I call it the Obama nuclear waste deal. Have a question for President Putin, please? Пане президенте, чи можете ви сказати, Do you have a question for President Putin? Not so much Putin. Yeah, what would you like to ask him? Because I'm going to ask him that question. 不是 war terrible 吗？他自己就非常 terrible 他居然讲旁边讲的是普京怎么会？这脸两个人差蛮多的嘛刚刚这个何谦还说是不是心理压力太大？或许是好，所以呢，他这个口误啊，让大家说啊，真的是太夸张了但是呢，说好的团结呢，因为北约峰会啊，吵成一团那川普在北约峰会期间扬言中断跟西班牙的贸易往来，而且重申他仍然有意要取得格陵兰所以这些
发言也打乱了峰会原本寻求团结的气氛。好，那川普则是特别针对西班牙过去就蛮针对的啦。那现在他就说我不想跟西班牙有任何往来，已经下令贝森特要切断跟西班牙的一切贸易往来，说西班牙是北约中的糟糕伙伴。好，但是西班牙也不甩他，我们看到首相办公室也特别的发文就呛他说你这些说话都是司空见惯，就以冷静且正常的态度来进行应对。那格陵兰刚刚一轮讲了嘛，他也在北约峰会里面提到了格陵兰格陵兰呢其实也有蛮多的人民是怒喷他说你连自己国家都管不好连美国人也都不挺。好，那主要呢就是格陵兰的总理跟丹麦的总理先后又出面重申，说格陵兰不会对外来出售。那格陵兰人就呛川普说你连自己的国家都治理不好，为何还要试图接管其他的地方呢？那土耳其现在也赠北约的领袖每人一把枪。那川普从炮火试射说改口讲成说这边是充满爱跟团结。那美国这次到了北约峰会，大家也很关注他跟意大利总理梅诺尼之间的互动如何。好，那因为他先点名到了意大利总理梅诺尼，他说梅诺尼是好人，但是后来又批评他在伊朗战争当中没有提供协助使得两个人的关系变得有点糟所以嘛，我就说川普真的很记恨之前就已经为了这件事情跟梅诺尼有点闹不开心。现在在这个场合又持续的去抨击人家，那梅诺尼就说我们从一开始就说过，我们不会参与对伊朗的攻击。好，那梅诺尼跟川普之间的紧张关系被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因为呢，这个有画面拍到说这梅诺尼跟西班牙的首相佩德罗桑切斯的距离那他跟川普之间又保持了更大的距离，都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那此外川普经过的时候，梅诺尼还把头转向了别处就是不想跟川普有任何的眼神交集。好，意大利的媒体就报道说，梅诺尼向埃尔段有提出与川普有关的要求，也就是他在北约峰会召开之前就曾经跟这个土耳其的总统埃尔段有说确保峰会只有在技术跟业务层次上面来进行，他希望不要成为川普的政治展示舞台。那据称在安排座位期间，梅诺尼也要求埃尔段协助他来避免跟川普是相邻而坐。哇，可见这真的是撕破脸开撕啪所以呢，这个川普跟梅诺尼之间的状况，在这次北约峰会又再度引发大家关注。好，为什么？因为梅诺尼跟川普过去的关系非常好那现在真的说翻脸，两个人就翻脸了。那现在北约有计划要采取联合的北极行动，来对抗的就是俄罗斯跟中国。好，那因为北约计划在北极地区要采取一些协调一致的行动，那主要就是要遏制中俄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好，但是莫斯科对此也警告说其实北约你正在将该地区军事化。好，但我们反观也要看到这个中方现在也开放了飞弹驱逐舰开封舰，俄方开放的则是瓦良格号的飞弹巡洋舰，官兵之间互相登舰来参观，那了解对方的舰艇日常的训练跟装备的管理。那中国的指挥官也发表评论说在水下作战支援的领域当中，中国军队将透过联合的潜艇救援演习，借鉴俄罗斯的经验，获得多类型潜舰协同探测跟水下紧急救援方面的实践经验。所以可以看到中俄最近在这个海上军事上面的互动确实蛮频繁的。好，我们还是看到一开始就是川普的接连口误一轮要想他真的是实在有够夸张。永平姐怎么看？这次那个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召开真的是充满了很多戏剧化的场景。那最戏剧化而且最搞笑的呢，大概就是刚才我们前面一开始给大家看到的川普的拼命口误要去骂伊朗呢，讲成说这个日本伊朗共和国，这真的是太好笑了。那个日本伊斯兰共和国啦，它的英文其实是这样意思。然后呢，明明对着泽伦斯基，然后一直叫他普丁。那我看到那一景我真的完全脑筋出现的就是，
我们有一个那个专门在卖提神广告的那个有没有？你累了吗？你累了吗？我都在想说那个广告哦，如果看到这个，他可能做一个 AI 示意影片哦，然后一屏来说你累了吗？真的。只有累了才会这样口误吧，而且的从川普内心来讲，我觉得他真的心心念念普丁，他一直很希望呢，赶快跟普丁坐下来谈，想办法赶快把这个俄乌战争赶快能够停止。那当然啦，泽伦斯基在那里很尴尬的笑哦，可是他这次北约呢，他得到了蛮大的好处哦。他一直诉求的希望呢，能够得到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飞弹的许可呢，他这次拿到了哦，所以这个对泽伦斯基来讲呢，他可能可以自我安慰说啊，没关系啦，被他叫错几次呢，我拿到实质就好，该拿到都是要拿到就好。因为现在乌克兰包含基辅啊，现在是受到这个攻击呢，那个俄罗斯的飞弹攻击，其实它就是需要爱国者飞弹就可以拦截。可是现在爱国者飞弹因为美伊战争的关系啊，美国都调不出货来啊，所以他这一次等于呢就许可乌克兰可以在他的这个境内自己来生产。那这个对乌克兰的整个国防来说，当然会提升。那对美国来说，也是在给俄罗斯施压，就是你赶快来谈，你赶快来谈，不然美国可能会授权更多的武器的know how 生产呢，会往这个乌克兰去。那这一次在整个北约的状况来讲，因为川普他因为不高兴说他要去打伊朗。西班牙第一个不愿意，对，然后呢，他这个真正说兄妹相称的呢，有比较实质的，其实就是意大利的，对，川普跟意大利的梅洛尼的关系，可是没有想到梅洛尼也不肯，所以川普其实是本来一肚子火去的，他就一直骂说你们这些人都不愿意帮忙，我们要出兵呢都不愿意，这样子如何如何，可是啊，我们说真的。川普也蛮有趣的，他就好像呢在大街上骂人，可是关到小房间以后呢，就赶快示好。他们那个闭门会议里头呢，他其实跟这些欧盟的欧洲的这些领袖、北约的这些领袖呢，关系其实还不错气氛还很好。后来出来大家宣誓团结，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承诺提高军费，而且购买美国的武器，所以呢，他又高兴了。川普的目的也达到了。所以现在梅洛尼知道了，他表面上可以拒绝看他，他只要回去给他一个合约，川普就被安抚了，就高兴了。何谦老师怎么看呢？是，我想川普他确实这次北约之行，他去之前才跟普京刚通了90分钟的电话，所以我想他脑子里有一大部分东西，除了北约大家要给我下单买武器之外，另外一个他是想继续调停俄乌之间的冲突跟压力啊，所以我想这可能也是他看着泽连斯基喊出普京的名字。所以不是你累了吗？然后广告词要改成你想我了吗？不错。泽连斯基心理阴影应该很大，但是呢，泽连斯基确实这个俄乌这几天啊，这个双方都有一些所谓的好消息吧，就是俄罗斯方面宣称他打下了在顿内茨克前线这个堡垒带，也特别是3个最重要城市的堡垒城市的其中一个康斯坦丁诺夫卡。当然，到乌克兰截至目前啊，他们还否认。但是从这个一些中立方所提供的战场地图来看，我们确实可能可以看到康斯坦丁诺夫卡这样的一个前线已经被要塞化的前线要义，迟早可能被俄罗斯拿下。那他拿下之后呢，对于他其他两翼往后的这个斯拉夫扬斯克跟这个卡拉托尔马斯克这2个重要的城市，然后包括其他的像利曼啊、谢维尔斯克，我想关注军事的朋友，这4年来对这些地名都非常熟悉。那俄罗斯到底能不能在所谓谈判要启动的前夕啊，真的去把他这个堡垒带该拿到都拿到，然后并且就宣称乌东这4州基本上都落入了俄罗斯掌控之中？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与此同时，乌克兰我们可以看到，他目前啊，从用无人机远程打击俄罗斯后方能源枢纽的战法也在奏效啊！俄罗斯已经在考虑，他作为一个能源大国，他现在考虑要限制柴油的出口，要首先保障国内的使用。特别是前2天啊，乌军公布了一个战果，就他们增程型的无人机是可以直接打到鄂木刺克。
鄂姆斯克其实很远啊，它其实比什么莫斯科呀、比乌拉山以东啊都还远，它已经打到了。大家如果看地图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在在俄罗斯跟这个哈萨克斯坦的交界处，它其实已经离新疆没有多远了啊，所以能够打到那个地方2600公里，那其实对乌克兰来讲也是一个全新的战果。那我想啦，整体来说，俄乌的战事是有可能慢慢走向终局，双方都希望在谈判正式启动之前去拿到一些。从空中，乌克兰拿到远程打击，可以威慑给俄罗斯的能源的这种阴影。那在地面上呢，俄罗斯也尽量去抢这些在临战这个谈判前10分必须抢下的东西。那乌克兰泽连斯基已经开始说了，他私下去问他现在最大的政治对手乌克兰驻英国的大使扎卢日内就说，如果今年秋天我们乌克兰举行总统大选，你选不选？就2个人就摊牌，那个大使说我选啊，那所以我想在泽连斯基心目中大概也已经知道说，到了今年秋天可能就是一个战争结束，然后乌克兰重新建立政治秩序、恢复民主选举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哦，终于要结束了，因为打的真的有够久了，有够久，而且双方死伤非常惨重啊，是非常惨烈哦。好，那将军怎么看？那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如果在工业上或军事上如果合作的话，会整个影响全球的战略。不管是军事战略或地缘战略，都会产生影响，因为这个中国大陆跟俄罗斯这个远海长航，他们经常都一起在那边实施，各方都会派他们的飞弹驱逐舰或者是飞弹护卫舰在那边搭配，在第一岛链，或者有的时候甚至还环绕的这个日本这4大岛，然后还有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俄罗斯经常派的 Tu-95的雄式轰炸机。那中国大陆那经常派的是，有时候派轰6，有的时候还派歼16，有时候甚至还派苏凯战机。那换句话说，他们的联合这个远海长航或者空中战略巡航都要成立一个共同的指挥部。那换句话说，在军事上的合作就会密切，很紧密啊。对，那将来的话，那还有一个就是地缘战略，因为北冰洋随着地球软化，北冰洋每一年5月到每一年10月，北冰洋是通的了。因为冰层融化了，那从这个白令海峡一跨过去啊，你可以到欧洲到北海去了。那这样的话，整个可以省掉5500公里的航程，你就不用下来。那中国大陆下来一直到进入南海，然后进入马六甲海峡，然后到安达曼海峡进入印度洋，到印度洋一直到新印度洋阿拉伯海，再进入红海，再进入到苏伊士运河去排队，才进入地中海。那如果是走北冰洋，省20天，5500公里省20天航程，整个的时间成本跟运输成本都会下降。所以这个对地缘战略来看，那整个北冰洋又是俄罗斯所包围，俄罗斯横跨11个时区啊。那如果从东边的白令海峡看到太阳下山了，那最西边的还太阳起来啊，它是这个24小时都看得到太阳，所以俄罗斯它的领土够大。那中国大陆会有3个优势，将来跟俄罗斯结合在一起的话，会成这个地缘战略的改变。第一个，中国大陆 AI 优势，你看那个机器人一直在出来，所以这方面的优势啊，再搭配俄罗斯的领土太大，全世界领土最大的国家就是俄罗斯，1700万平方公里，非常大。第二个优势，中国大陆有我们所说到的有无人机 UAV 啊，有无人机的优势，因为中国大陆大疆无人机一直在做，那将来整个战场是无人机的天下，这个可以看得出来。那第三个，中国大陆制造业占全世界的占比30%，那个这一方面也可以，如果中俄联手，那个截长补短，那会对地缘战略的板块产生联动性的影响。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观众朋友们，持续来关心川普啊，因为他在北约峰会的时候啊，他又再轰了盟友在伊朗战争没有付出。好，我们刚刚有稍微提到，但是他又大赞中国善待美国。好，我们之前特别讲过说，川普啊，其实是一个非常欣赏强人的这个样态哦，所以他原本哦对于这个北约也是兴趣缺缺，但他讲说他是因为埃尔段来的，埃尔段也算是一种强人的展现哦，所以我们看到川普对于
这样的人哦是无法抗拒的哦，就连刚刚他在跟泽伦斯基讲话的时候，心里想的都是普京哦。他怎么讲？他跟习近平呢？他说啊，曾屡次威胁退出北约的川普，又在点名批评英国、意大利的盟友啊，在伊朗战事上面没有给予支援，反而中国是友善待美国。好，他怎么讲的呢？他是说啊。你知道还有谁对我们好吗？他说是中国，因为中国从来未卷入战争，他们取得一半的石油来自赫姆兹海峡，那他们从未卷入战争，因为没有向伊朗提供军备。他很好，我是习主席的粉丝，好，他用粉丝来形容他对习近平的爱慕，哈。好，那当然因为伊朗威胁嘛，哈，因为川普北约峰会之后突然改搭了旧的航空1号来返回美国，好，他是搭乘新的空军1号到土耳其，好，那也正因为这架首次执行国际的飞行任务，却在返国时他就改搭了旧的空军1号，好，就有记者在北约峰会记者上面就有提问，那外界就揣测他是不是因为涉及到伊朗的安全疑虑，所以才没有搭新的空军1号返国。那也指出哦，川普当天其实已经2度的提到伊朗可能企图暗杀他，而且可能成功。好，那记者问到他之后啊，其实他没有对这件事情正面回应，但他谈到了伊朗可能暗杀他时哦，他说他常常谈这件事情。好，我们来听听他到底怎么讲的。What was the security concern that caused us to change planes? We sent this one in so that the Air Force Base here was in the same exact line. Do you know why they had us close our window blinds? That was not usual. Well, yeah, because... were you aware of any credible threat by Iran against Air Force One? Well, I have One? a threat all the time. I'm number 1 on their list before you. But if I go, you go. Right? But was是不是？所以他就是会讲到一些让大家觉得啊，真的是特别有趣的话语吼。但是因为川普讲到了伊朗，他也觉得他有自己被暗杀的可能性。那因为现在跟伊朗之间的状况好像又变得有点不好了吼。好，因为呢暂时停火破局哦，美军续轰伊朗。川普现在呛说啊，再一次更惨啊，因为川普宣告美国跟伊朗的停火协议已经结束了哦，所以他就讲说我们会狠狠的再打他们哦，今晚很可能会再狠狠的打击一次。我先给他们一点警告，我们今晚会狠狠的打击他们。那现在也说啊，确实停火破局之后啊，美国开炸了伊朗沿海多地哦，传出了爆炸，已经酿成了8人死亡。好，我们看到现在这画面就是美国对伊朗南部沿海地区发动了新一波大规模的空袭，哇，巨大的爆裂声哦，非常的大。好，那这场袭击造成了至少是8名的伊朗军人丧生。好，我们再看到美军的中东续副兵重兵哦，迪黎波里号跟全狮号2栖突击舰哦是低调的换班哦，你看到我们箭头指的就是换班。好，根据了这个最新资讯说，原本在印度洋跟南海的全狮号2栖突击舰哦已经部署到中东啊，另外一艘2栖突击舰迪黎波里号则是跟它任务对调。好，那美军呢在阿拉伯海持续的部署2个航舰的打击群，维持对伊朗的威慑力道。好，那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啊，上个月美国的海军军舰跟军机曾以密集的编队穿越阿拉伯海，来展示美国的军力跟火力。那中国的外交部啊，在8号则是声明说啊，强烈谴责敌对的行动，怕会升级，那警告美伊双方切勿重燃战火，希望透过对话来解决争端。好，但是我们看到了川普啊，对于习近平哦还是非常的算是欣赏吧，吼，所以他就直接讲说他是习主席的粉丝。好，但是对于伊朗的这个战事的部分哦，看起来又蠢蠢欲动了。好，因为有关于战事的部分，我们先问将军怎么看？因为美国这个它的迪黎波里号跟全狮号这2个互换呢，就是这个类似这种战力轮调。那这样的表示说，美国不打地面战，如果打地面战，2个通通到位到齐来展开做战略展开。你这么互换就是要去修整，另外一架来执行，一个修整一个执行，那你就不打地面战嘛？是，而不打地面战，你要让伊朗屈服，那可能性根本没有可能微乎其微啊，因为你没办法占领，那没办法，那你就没有筹码，没有筹码，那伊朗不可能让步嘛。所以这样子的这个美国对这个伊朗炸它的关通系统，炸它的这个海岸山脉的它这个军事设施，还有基地阵地。那只是一个破坏而已，但是问题是，伊朗的
战场经营，还有战略调整，还有这个隐蔽、分散、掩蔽、欺敌、伪装，他都会做。那美军能够打到的未必就是真正的，那可能有的是伪装的。那你这样子，美国的战力真正能够造成伊朗的战损有多大？我认为是存疑的，并没有办法让伊朗来屈服。那上谈判桌，那伊朗也会有底气啊。同样的，伊朗他也会实施报复，对于这个美国在科威特或者安曼或者是在阿联酋的驻军实施打击。你看你哪个基地出来的，伊朗他会知道你这个是你这个战机是哪个基地起飞的，这轰炸机是哪个地位起飞的，他就实施报复打击。是，那美国也会受到这个程度多寡不一的战损，那美国也会啊，那大家就相互，因为美国跟伊朗没有互信，那就是这种你来往小打或者边打边谈都有继续可能。我认为这个还有的拖。那这个西方国家，尤其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什么包含西班牙也好、意大利也好，为什么没有挺美国呢？因为美国是挺以色列，现在帮美国感觉到有点帮以色列，因为以色列跟美国合起来打伊朗。那他们如果参进去，那不是也帮以色列吗？因为以色列最重要，他在加萨走廊杀太多人了，杀了7万多的巴勒斯坦人，然后又在黎巴嫩的黎南地区也杀了太多的黎巴嫩的人，杀了4500多人，到目前为止，然后受伤的大概13000多人，然后毁了房屋9万多栋，那120万人黎巴嫩人流离失所，因为你把我房子都炸了，我住哪里？所以黎巴嫩有120万人是没有地方住，流离失所。所以你打那么多，那西方国家又要帮以色列没有？那美国帮所以全世界只有美国帮以色列，目前是这个状况。所以美国一个国家想要去把这伊朗把它打残，我认为困难度很高，因为伊朗太大了，164万平方公里，是8个朝鲜半岛那么大，你就知道了，比新疆还大一点。中国大陆新疆大不大？有南疆、北疆，够大了。但是问题是，伊朗比新疆还大，更大，你就知道，因为它164万，而且人口将近9000万，所以想要让伊朗屈服，并没那么容易，也没那么简单。那我们现在来看，就是说，那中国大陆角度是什么？中国大陆原则上采取三步策略。第一个，他不卖军火给伊朗，所以你看看美国有没有抓到中国大陆卖军火给伊朗？没有。所以你看为什么这个川普变成习近平的粉丝了？为什么？你没有卖武器给他，那我就有底气啊！如果中国大陆的武器给伊朗，那还得了？那伊朗就有底气了。第二个，中国大陆并没有大买伊朗的石油，因为这个时候伊朗缺钱啊，需要钱啊，我没有大买，你也封锁了荷姆斯海峡，所以我也没有大买你的。那这样子，川普他高不高兴？他当然高兴啦，是这个样。第三个，其实川普有一点点想要让那个习近平多买一点美国的大豆。大豆，这个现在已经夏天了，对，赶快买大豆啊！所以他现在会讲这些好话。好，何宪老师怎么看呢？是，我想川普对于他之前就说过啊，他说中国大陆大可派这个前一阵子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闭的时候，但现在又重新封闭了。所以说前一阵子呢，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闭的时候，因为中国大陆是伊朗石油最大的买方，他说解放军大可派10几艘驱逐舰来打开这个海峡，来，因为那个封锁海峡的是美国把伊朗封锁了，伊朗封锁海峡，美国又在外面封锁。他说解放军可以在外面再开一层，但是中国大陆没有这么做。那这就对川普的思维觉得他是很有新意。他说，按照美国人思路啊，你能够用武力解决问题，你为什么不用武力解决？甚至是你如果不用武力解决，你至少可以做到我威胁用武力解决，然后逼你谈判。啊，他说中国大陆如果他是中国大陆领导人，他说我可以这么做，但中国大陆没有这么做，所以他对此表示感谢啊。这一次呢，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这么讲的。那我想这也是体现出中美的这个战略思维很不一样的根本之处啊。对中国大陆来说，这个打仗啊，或者说全球的战略布局，并不像西洋棋，我往前走一步，那能吃掉你就尽量把你吃掉。对大陆来说，很多时候是下围棋一样，是形塑一个态势，然后很多东西点到为止。比如说像前2天他试射这个潜射战略导弹，我把它一步子下到你的后方，你大概就知道我的战略投射的实力到哪里。很多事情，哪怕我只是用一个模拟弹，我根本就不用制造出很大的爆炸，但是而且我很久才做一次嘛。刚刚前面一趴也讲到，美国其实对于太平洋这个向太平洋方向进行的战略性导弹的试射，它大概1年要做2到3次。那中国大陆是从1980年到现在才做了3次，然后46年那做了第3次，前2天才做第3次啊。所以我想对中国大陆很多东西是高手过招，点到为止。那我想这也是川普或者说整个美国的战略界正在吸收跟这个去领会的。那谈到伊朗现在这个
Trump 前2天，应该说昨天吧，他面对记者提问的时候，他就说：“我个人觉得这个停火协定已经 over 了。”但是对于 Trump 这个人来说呢，他讲的话其实比较莫测啊。他之前也说过一句名言，他说：“所谓停火，什么叫停火？停火就是比较温柔的开火。”他说，在我的字句里，这个停火与不停火与否不是那么的重要，重点是我们的这个跟伊朗之间的这个核协议的谈判，最后那60天谈判还能不能进行下去？那当然了，我想对于伊朗这一方来说啊，他刚刚完成了最高领袖的这个葬礼啊，前几天非常盛大，然后他的棺椁还在伊朗境内各个地方去巡回啊，去接受民众的朝拜。那今天应该是伊朗时间的7月9号，他要正式的下葬在墓穴，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伊朗的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他的这个葬礼，如果大家去看一下画面的话，就不只是他一个人过世了，他的家族里面，他的家庭里就有5个人一起牺牲，包括最小的是他一个14个月大的孙女，然后其他的还包括他的一个2儿媳，包括他的女儿跟女婿，等于说一家5口就被美国在2月28日一开战就袭击就身亡了，而且这2天伊朗政府还公布了哈梅内伊的寓所被他的官邸被这个导弹打击，一片残破的画面，但当然也是要借此去唤醒伊朗人民同仇敌忾，然后面对美国重新的试图要撕毁停火协议毫不惧怕的这样的一个士气。那对于川普来说呢，我个人认为啦，就说就算他这个停火协议这个一定程度上被撕毁，海峡再度沦为封锁，但是你说美国要再度思考去派兵占领伊朗的，从地面战去占领国土，而且我觉得在面对川普，尤其川普在共和党在面对这个中期选举的压力之前，还是非常的困难，尤其我们看到5月份的时候，美国的 CPI 已经爆了，已经超过4点，大概达到4.2的水平，超过4这个非常重要的分界线。那这个到面向11月，如果战事重启，那当然我们可以想见能源价格会继续剧烈的波动跟走高，那这个当然对共和党选情会非常的不利。对，所以今年的中期选举对于川普来说也很重要但是呢，他很常就是会影响到一些的状态所以我也很好奇，他到底在不在乎今年的中期选举？永平姐怎么看？现在这个美伊的状况又传出，好像这个又有升高的趋势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能理解的，因为大家想想看，才刚刚过去的是什么？是美国庆祝建国250周年周，以及伊朗呢，他对他的2月28号被炸死的这些从最高领袖开始的这许许多多人进行的国丧。那你在这种状况底下呢，其实对两边的鹰派呢都会声音变大，对不对？因为美国呢在创建这个在庆祝国庆干嘛的，那很多人又觉得说啊，我们美国最棒啊，英雄主义再起啊等等的这个氛围出来。那伊朗也是啊，那个仇恨心如果说你从2月28号到这几个月的苦战，或者是伊朗慢慢的也站稳脚步，很多人的那个仇恨心本来也许下来一点点，结果一国上了以后，是不是大家那个愤怒，大家那个以血还血那个感觉？所以你这个时候有任何的领袖说啊，那我们来让步一下，我们来谈判一下，我们来如何一下，大家一定是群情激愤。所以这个情况呢，我认为会好像停火被撕裂会升高一点，我觉得从心理上来讲可以理解，只是说它会不会真的失控到整个爆发成全面战争呢？不可能，因为大家都已经谈到了，现在已经7月份了，距离美国它11月投票嘛，它的其中选举其实按照我们台湾的标准，现在下个月都是非常激烈的。我刚刚还在问蔡衍明将军竞选总部何时成立，都很关键。我们一样的道理嘛。那他要成立了竞选总部，他们那些其中选举要选的人，现在不是通通都在聚集选民了吗？所以在这种时候，对于共和党的选情最坏的新闻就是一个没完没了的美伊战争，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川普一定不会让它发生。那至于他那个空军1号啊，他为什么这个新机换成旧机？其实说实在的，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呢，他真的是有得到来自伊朗的威胁，因为他旧的空军1号上面呢有一些设备是，譬如说你在